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查理斯木。半导体这轮疯牛行情，在连续狂飙了6周之后，终于开始踩刹车了。过去几天，英伟达、博通、美光、AMD 集体跳水，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坐不住了。芯片股是不是跌出了黄金坑？英特尔、SNDK 这些超高波动的热门股票，咱现在能不能直接抄底，再赌一波 AI 牛市的持续呢？但查理今天要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，现在冲进去很可能不是抄底，而是接飞刀，因为很多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，一旦标普纳指进入真正的回调阶段，哪怕只是5%到10%的正常调整，AI 硬件板块的杀跌速度往往会远超市场的想象，特别是过去一年暴涨数倍、估值被资金疯狂推高的股票，回撤起来可能比上涨时更加疯狂。而与此同时，华尔街资金的风向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下一波机构真正开始加仓的，会不会不是芯片，而是过去2年被 AI 叙事压制的软件巨头？微软会不会重新成为市场的核心？软件 IGV 是否正在酝酿一次大级别的风格切换？另一方面，AI 之王谷歌今天盘中再创历史新高，股价首次冲上$408。我们需要逢高止盈，还是择机再买？本期节目就让我们把 AI 行情背后的资金逻辑一次性讲清楚。这是5月18日美股头部市场的盘面，可以看到，之前涨势最猛的芯片板块都处在大面积的下跌回调之中，特别是英特尔今天大跌了6个点。根据瑞银最新发布的报告，英特尔在第一季度的服务器 CPU 市场份额下滑至54.9%，而竞争对手 AMD 和 ARM 则趁虚而入，市场份额有所增加。当然，英特尔股价在过去1个月居然暴涨了60%以上，现在获利了结相当正常。回顾本轮芯片股的冲点，决定性的力量还是机构的大举买入。根据路透社对近6000家对冲基金、养老基金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提交的最新13F 文件显示，机构在过去的1个季度疯狂买入 AI 基础设施板块的股票，其中内存芯片霸主美光科技是被增持的最激进的目标，总计有2440家机构建仓 MU，而它的股价今年以来已经暴涨129%。此外，和 AI 息息相关的云计算厂商甲骨文、有线网络设备商 ANET、机房电源与制冷设备商 VRTV 也是机构买入的热门股票。事实上，从3月底到5月初，机构都在暗处悄然建仓，而空头回补的买盘触发，让标普纳指瞬间取得了向上突破的动能。而这场盛宴的高潮，由5月初的半导体巨头 AMD、美光等公司的财报超预期进一步的推动，在不到2周的时间内，散户开始 FOMO 追高买入，进一步刺激了行情的加速。然而，查理的 CI 系统最近监测到，从上周二，也就是5月12日开始，由于通膨数据的升温，对冲基金、量化基金开始主动在高位减仓，把已经暴涨的半导体 AI 股票转卖给 FOMO 跟进的散户投资者。高盛和美银的模型估计，随着过去1个月买入了近$800亿的美股，CTA 商品交易顾问的买盘力量已经基本耗尽。而接下来，如果标普纳指横盘，CTA 会触发小规模的$60亿抛售；而如果大盘开始下跌，CTA 将触发高达$1000亿的股票抛售，产生负伽马挤压。简单讲，就是现在的美股市场，机构买盘力量已经枯竭，而卖压却非常大，是典型的不对称结构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查理认为，咱散户投资者最保险的策略是逢高少量止盈，积攒超短债等现金储备，为接下来2到3个月美股的震荡下跌行情做好准备，而不是盲目抄底，因为抄在山顶旁边的风险还是太大了。特别是半导体芯片板块，虽然分析师预期整个市场在2026年的平均年增幅将超过20%，是过去10年的2倍以上。博通、AMD、美光的业绩和盈利都有来自云服务巨头高达$7500亿的巨额资本支出的支持，但是由于他们的股价已经被炒到了天上，其实价格已经完全反映了2026、2027这2年的盈利增长。那接下来 AVGO、MU 的股价还想再上一步，难度其实是相当大的。
朋友们，如果只是做短线波段交易，小仓位快进快出，那没问题，控制好资金比重就好。但如果是想在这个节点再重仓半导体，那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还是相当大的，大家千万要注意哦。如果你想知道 CI 投资组合在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如何管理、控制好风险，可以加入 CI 频道会员，我们有更详细的交易细节、基本面分析提供给你。另一方面，随着鲍威尔正式卸任美联储主席，过去几年超级鸽派的美联储可能一去不复返了。在4月3日的 FOMC 会议上，4位票委投出了反对票，这是自1992年以来最多的一次。有3位鹰派理事反对的方向是认为当前的联邦基准利率太低了，美联储应该考虑重启加息，以抑制能源传导的通胀飙升。要知道，自今年2月份以来，美伊战争爆发之后，石油价格一直在涨，而油价涨导致运输、食品、制造业全部受影响。现在市场上的债券交易员已经非常确定，2026年不可能降息，甚至有人开始压注，可能今年年内加息。这是10年期美国公债直利率的走势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10年期利率已经创下近1年来的最高水平，盘中一度接近4.63%。更关键的是，5月13日，美国财政部拍卖了价值250亿美元的30年期美国国债，成交的收益率居然达到了5.046%，这是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以来，长债利率首次突破5%。这说明市场认为通胀将持续更长的时间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风险很大。那对于半导体指数来说，高利率环境的杀估值这个风险可能是决定性的。无风险收益率的走高，使得债券资产相对于股票变得极具吸引力。此外，由于芯片等成长型科技股，它们的高估值依赖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，而当收益率上升的时候，这些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就会出现缩水。CI 系统认为，虽然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从5月的高点12116点回撤了7%，但还远远不够。我们很可能在接下来几周看到费半继续震荡下跌，来到10065点这个中等支撑区域。换句话说，半导体板块再跌个10%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。现在贸然抄底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那对于标普500指数，现在它已经回撤到了7400点附近，也是处在一个较弱的平台区域。随着能源通膨的升温，再加上美国参众两院中期选举的临近，我们有机会看到标普500回踩7100到7200点这个蓝色区域。当然，由于标普500指数包含了很多非科技板块的股票，它的下跌幅度要比费半纳指轻微得多，可能只有不到5%的下跌空间。如果你问查理，现在如果咱实在想买，应该买 VOO、QQQ 还是 SOXX？我的回答很明确，还是 VOO 在以通胀为主导的杀估值回调之中，下跌幅度最小，最适合做防御型的配置。好，聊完了半导体和美股大盘，我们来看看七巨头之一微软的情况。MSFT 也是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的第一大持仓股。截止到5月中旬，华尔街的分析师对微软的情况依然呈现出压倒性的看涨态势。亿万富翁投资者比尔·艾克曼今天披露，他已经大举建仓买入了价值21亿美元的微软股票，资金主要通过减持 Alphabet 套现而来。他认为，相比于另外两家云服务巨头谷歌和亚马逊，微软目前的估值极具吸引力，因为之前跌得太惨了嘛。阿克曼直言，微软具备40%或者更高的潜在上涨空间。微软云收入同比增长29%，达到了545亿美元，而 Azure 及其云服务收入更是有40%的同比增幅，巩固了微软在企业级 AI 迁移潮中的领导地位。Microsoft 365消费级云收入增长33%，表明企业和知识型员工正在积极拥抱其 AI 软件套件。朋友们可以看到，有61位分析师对 MSFT 股票给出了评级，高达95%的分析师给出强力买入或者买入，剩下5%的分析师给出持有。微软的1年平均目标价也高达559美元，比市场价高出33%，盈利空间相当的不错。从技术面角度来看，微软的20日均线，也就是图中这条金黄色曲线，已经完成了对50日均线的超越。而它下一个要超越的就是100日均线，也就是橙色的这条曲线。
这个数据表明，微软当前买盘力量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，而想卖微软股票的机构基本上已经卖得差不多了。这就和去年5月份 MSFT 股票从350美元一路涨到7月底550美元的情况非常像，只是这次走的是慢牛行情，速度会比去年更慢一些，但是走得更稳当。CI 投资系统对于微软股票给出的依然是绿色的买入信号，在420美元附近建仓 MSFT 做妥妥的右侧交易，依然是盈亏比相当不错的选择。在2026年，云巨头如何控制成本、电力，确保电网供应，已经成为微软最核心的战略之一。通过与 CEG 等电网巨头的合作，微软可以直接从发电源购买电力，确保它庞大的数据中心运营的流畅。此外，今天也就是5月18日，加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作出一致裁决，驳回了埃隆·马斯克对 OpenAI 及其 CEO Sam Altman 的诉讼。这对手握 OpenAI 股权的微软来说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我们确实有机会看到 MSFT 股价在接下来几个月来一个均值回归的长牛走势，就让我们耐心等待吧。那除了微软之外，CI 系统认为软件 ETF IGV 很可能也将持续右侧反转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受私募基金抛售、AI 取代软件等趋势的影响，IGV 的价格从去年10月份的高点117美元，一路崩了30%以上，在4月中旬跌到了阶段性的底部75美元。而就在大家都认为软件板块要完蛋的时候，Team、DDoG 等软件公司最新的财报落地，数据显示，企业客户并没有削减软件用户的席位，恰恰相反，这些软件公司成功的稳住了自己的核心用户基本盘。而 IGV 的核心成分股包括甲骨文、微软、Palantir，用业绩证明他们手中握有庞大的企业专有数据，让他们成为了企业引入 AI 时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。从技术面来看，IGV 的动能自4月14日起发生了 V 型反转，并且在4月23日迎来了象征牛市的金叉，它的10日移动平均线成功站上了50日移动平均线。在今年1月份，软件板块的远期市盈率曾高达昂贵的35倍，而经历了第一季度的大跌之后，IGV 的远期市盈率已经大幅缩窄到了现在的23.2倍，具备了极高的性价比，也吸引了不少寻找价值洼地的机构投资者进场抄底优质软件资产。个人认为，IGV 也变成了除了微软等软件巨头之外，势头相当不错的优质投资标的。好，聊完了微软和 IGV，我们最后来看看炙手可热的科技巨头谷歌。前面我们有提到过，比尔·阿克曼的基金清仓了95%的 Alphabet 头寸，把释放的资金用来抄底微软。阿克曼在社交平台 X 上澄清，他依然看好谷歌的长期发展，只是在目前的估值水平之下，他们认为投资微软的性价比要更高一些。而与阿克曼刚好相反，是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哈撒韦投资集团。根据最新披露的13F 文件显示，BRK 在第一季度将原有的谷歌持仓提升了3倍，显示出伯克夏对谷歌长期发展势头的绝对信心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认为阿克曼和巴菲特谁的投资更明智？是换仓微软还是加仓谷歌更好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当然，谷歌在5月18日创下了历史新高408美元，短期内肯定是严重超买。它距离其200日均线的位置292美元有高达38%的缺口，距离其最近的支撑位20日均线所在的373美元也有高达8%的缺口。虽然谷歌的营收赚钱能力毋庸置疑，但是它在2026年和2027年的资本支出规模也已经达到了历史性的恐怖级别。在刚刚过去的 Q1 财报电话会议上，谷歌 CFO 阿什克纳奇给出的最新指引高达1800亿至1900亿美元 AI 资本支出，这就使得谷歌的前瞻 PE 也高达29.9，要显著高于微软的24.5倍和英伟达的23.9倍的前瞻 PE。更关键的是，从自由现金流的角度来看，谷歌在明年的自由现金流将大幅降低，导致它的股价对自由现金流的比值，也就是 P 对 FCF 的比值，高达175.6倍，而相比之下，微软只有50.5倍，确实比谷歌更便宜不少呢。当然，从基本面角度来看，谷歌有 Gemini 大模型，这是微软暂时还不具备的，而谷歌的闭环生态系统也非常强大，用户体验也极佳。
市场给谷歌更高的估值溢价完全没毛病。但是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，趁着谷歌这波牛市行情在$420以上，只赢少量谷歌的股票锁定超额收益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如果几个月之后谷歌股价回撤到$350到$360附近，再把它买回来，还能获得超额收益。当然，他依然非常看好谷歌的基本面，就长期持有完全不动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搞不好到了2027年，谷歌就能够超越英伟达，成为下一个全球市值第一的龙头企业，相当的厉害啊！好，聊完了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来看看截止到5月18日，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。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，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、美债殖利率的变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动性、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，来对美股、短债、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，或者维持不变。和上期节目一样，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比重维持在75%，把超短债的比例控制在10%，剩下15%的仓位可以分配给黄金和比特币类 ETF 做通胀的对冲。在指数层面，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、科技指数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，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。在个股层面，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，分别是微软、Palantir 和 NEE，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，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情况，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周呢，我们的账户还是维持非常稳定的格局，总价值在96.7万美元，就像快睡着了一样。而最近几天，查理和我的会员朋友们确实有做一些适当的止盈操作，锁定超额收益的同时，提高了投资组合整体抗风险的能力。截止到今天，涨得最好的投资分别是量子计算 ETF QTUM、罗素1000科技指数 IYW、亚马逊以及标普版动量指数 SPMO 都有超过18%的利润，而表现相对弱势的是黄金 ETF IAUM 以及 Circle 的股票，都略有亏损。目前我们的投资组合还是保持着非常平衡的状态，依然在牛市中稳健持有，但同时警惕市场出现由牛转熊的信号。和往常一样，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市场变化，我也会及时更新，请朋友们保持关注。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全部信息，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频道或者 Patreon 会员，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，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。此外 ，CI 投资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 YouTube 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你认为软件股能否成为下一个避风港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，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。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，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，在市场中成长。祝您投资顺利，操盘愉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